第7名，铁铲、铁锹、雪铲。这3把武器在主要属性上完全一致，毫无区别。从攻击方面来讲，3把铲子的最大伤害值都达到了 1.9， 在近战武器中能达到 1.9 以上的伤害仅有5把，其伤害在双手长棍武器中排名第3，最高的是大锤，其次是杠铃。但是这2把武器无法作为常规的武器，能找到都成问题。铲子拥有最远的攻击距离达到了 1.6， 并且可以一次性攻击3个目标。此外，铲子的重量很低，只有 1.5 公斤，与单手武器的金属棒、金属管还有铅管警棍相同，有着极高的攻击力、最远的攻击距离、最大的攻击数量以及较轻的重量，足以让这把武器跻身前列。但是要说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其耐久度不是很高，期望耐久仅有100点，偏低。但是这把武器可以从很多的地方找到，概率并不算低，而且还可以从强盗丧尸的身上获取。综合排名第7名。第6名，武士刀。要说僵尸毁灭工程里什么武器伤害最高呢？那非武士刀莫属。武士刀拥有最稳定且最高的伤害发挥，伤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是8，并且一次性可以攻击3个目标，拥有着 30% 的暴击和6倍的暴击伤害。你可以很轻松的一下秒杀3个丧尸，即便是遇到一大群丧尸的进攻，也能毫不费力的击溃尸群，犹如砍瓜切菜。单凭武器本身的属性就已经很强了，技能方面的影响呢，相比较其他的武器而言呢，就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一件武器越是出类拔萃，越是侠于护剑，武士刀的缺点也极为明显，必须要等到事件时间过了60天之后，也就是2个月之后，才有极低的概率从丧尸身上找到。虽然武士刀可以出现在幸存者屋，但是幸存者屋已经是非常稀少了，武士刀在幸存者屋里出现的概率更是少之又少，可谓是少上加少。极其稀有的概率导致武士刀很难被找到，以至于无法作为一个常规的武器来使用。再加上武士刀是无法被修复的，并且只有150点的期望耐久，极低的产出力加上无法被修复的特性，最终导致这把武器只能是昙花一现。综合排名第6名。第5名，大砍刀。单手武器中什么是最强的呢？有些朋友肯定会说是大砍刀，我也这么认为。大砍刀的伤害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3和2，其恐怖的攻击力可以说是单手武器中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很多的双手武器，并且期望耐久达到了325，可以说是相当的高，非常的耐用。在单手武器中，除了班卓琴，大砍刀有着最远的攻击距离。虽然属性上说这把武器非常出色，但是呢，这把武器在稀有度方面还是略微拉低了它的评分。虽然获取途径比较多，并且所有丧尸身上都有较低的概率产出大砍刀，但是概率真的是非常的低，而且只有在世界时间过去20天后才有概率出现，属于后期武器。目前版本的僵尸毁灭工程里只有2把长刀，大砍刀和武士刀，这2把武器的产出率都是非常的低，所以长刀的技能很难被练起来，受到技能方面的加成就比较低了，因此综合排名第5名。如果说职业和武器绑定的话，什么职业用什么武器最强呢？我肯定会说是伐木工用钉子镐。若抛开职业影响，单看这把武器的本身，它依然能跻身前列。伤害方面，钉子镐的伤害达到了恐怖的 2.2， 25% 的暴击率，再加上9倍的暴击伤害，让这把武器化身为所向披靡的利器，再加上 1.6 的超远攻击距离，并且一次可以打击3个目标，无疑是一把横扫狮群的利器。但是钉子镐在耐久方面就略显逊色，期望耐久只有260，虽然不算低，但是相较于一些常用的武器确实稍低。不过我们可以使用修复材料尽量延长其使用寿命。钉子镐的产出地比较多，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找到它，只是获取的概率比较低。钉子镐虽名为镐，但是它仍然属于斧头，它无法通过右键标记砍树。不过呢，我们可以直接右键加左键攻击树便可以砍树。其破门和砍树的伤害与消防斧完全一致，综合排名第4名。第3名，单手斧。单手斧可以说是最常用的单手武器了。首先呢，在伤害方面，单手斧有着 1.5 的最大伤害值，可以说是除了大砍刀之外最高的单手武器了。它属于斧头，所以在破门和砍树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便捷，可以挂在皮带上，并且你可以从很多的地方找到它。游戏开始便有概率从丧尸身上获取，可以说是非常普遍易得的武器了。虽然期望耐久只有150点，但容易获取的特点完全弥补了这一缺点。虽然大砍刀的伤害是单手斧的2倍，但稀有度拉低了它的评分。在这方面，单手斧成功上位。在目前的版本中，在我个人的排名中，单手斧绝对算得上是单手武器之王了。综合排名第3名，第2名撬棍。一棍传3代，人走棍还在。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形容僵尸毁灭工程里的撬棍。对于大多数玩家朋友来说，撬棍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武器了。在游戏中，你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它。在伤害方面，僵尸毁灭工程里有太多的武器可以压它好几头。但除了伤害，其他的方面可都是优点了。首先呢，开头的那句话就是在形容它的耐久度。撬棍有着整个游戏中最高的期望耐久，达到了1050点，几乎是用不坏。而且撬棍虽然短小，但是它精悍呀。群攻下，它可以同时攻击3个目标。撬棍的战斗不在于平 A， 而是处决，对着趴在地上的丧尸头部处决，几乎是1下1个。再加上撬棍属于长棍，游戏里最容易练的近战技能便是长棍了。到了后期，长棍等级高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推倒处决，平 A 便可以重创尸群，并且撬棍本身的重量只有2公斤，耐力消耗比一般的武器要少，而且撬棍非常容易获取。丧尸身上也会产出，所以综合排名排在第2名。第1名消防斧。消防斧排在第1名，其实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的主观因素。有不少朋友觉得石斧后期比消防斧强的太多了，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但是这个系列的视频我说了，排名完全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只分析武器的属性，排除人物的技能、职业特性的影响。首先，我看武器好不好，第一因素就是耐久。消防斧有着455点的超高期望耐久，是整个僵尸毁灭工程武器排名的第2名。其次就是武器伤害，消防斧的最大伤害值是2，这是很多武器无法相比的。其砍树破门的效率非常不错，暴击方面中规中矩，暴击率只有 20%， 但是暴击倍数达到了5倍。辅以武器本身的高攻，足以秒杀丧尸，再加上消防斧的产出比较多，游戏开局你就可以直接跑到消防局的储物间，大概率可以找到这把武器，并且消防车的后备箱也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找到。产出地比较明确，不是那么随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消防斧的打击目标只有2个，击杀效率方面低了不少，并且其重量有3公斤，战斗会消耗更多的耐力。或许消防斧这把武器承载着我最初玩僵尸毁灭工程时的那份心悦。当时我还是懵懂的新手，有一天竟然从一个丧尸身上获得了一把消防斧，这似乎给了我在末日生存中面对危险时的勇气。可能当时我找的不是消防斧这把武器，而是那份情有独钟的安全感，至今难以忘却。难以忘却在末日肯塔基这片荒废之都孤独生存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好，以上就是我对僵尸毁灭工程原版近战武器的排名，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个视频见。